奔跑吧最新集爆炸内幕，曾舜晞、白鹿为何集体下跪？背后真相曝光，传奇的再出发，焕新升级的奔跑吧。2025年的综艺舞台早已被各种新鲜面孔和新颖玩法占据，但有一档节目却用自己的坚持和创新，把老牌综艺变成了现象级 IP。奔跑吧13季的历程，就是一部关于逆境求生、团队蜕变的励志史。曾经，他因为阵容更替、观众审美疲劳而陷入低谷，但每当大家认为他走到尽头，他却总能以全新面貌重新点燃观众热情。这一季不仅经典游戏全面回归，嘉宾阵容更是让人惊喜连连，令无数老粉热泪盈眶，新观众也彻底被圈粉。那些陪伴观众13年的感动，正是因为团队用心、节目用情，才让奔跑吧始终年轻，始终充满可能。闪耀全场的群星阵容，友情的奇妙连结。要说本季最大看点，莫过于老朋友加新面孔的阵容碰撞。李晨、郑恺、沙溢、周深、白鹿、范丞丞、张真源这些常驻嘉宾自带流量，风格鲜明。而这一期的飞行嘉宾带路娃曾舜晞的加入，更是激起千层浪。细心的观众会发现，这几位嘉宾其实在生活中早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所谓的朋友圈大曝光，其实就是他们用真实的情感打破了节目与生活的边界。每一个默契的配合，每一次无声的关心，都是友情最直接的表达。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牵挂，也让观众看到了最真实、最有温度的综艺。白鹿朋友圈的剧外重聚，温暖的化学反应。带路娃和白鹿因白月繁星结下深厚情谊，剧中是亲密战友，剧外也是彼此的心灵支柱。而曾舜晞和白鹿在《临江仙》中的合作，更让两人私下成为战友式伙伴。这一集，他们在奔跑吧合体，在线戏里戏外双重默契，三人的配合、玩笑、互相鼓励，已超越节目本身，更像是一场现实中的暖心相聚。无论是失败时的拥抱，还是成功时的击掌，那种没有隔阂、没有距离的相处模式，成为本季最打动人心的风景线。观众看到的不只是嘉宾们的团结，更是友谊本身的可贵和治愈。女战神宋雨琦的遗憾与新生代的接力。虽然宋雨琦因档期缺席，让无数粉丝感到遗憾，但正如节目一直倡导的奔跑精神，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，团队的力量永远在成长。这一季，李云睿的补位不但维系了团队氛围，更让团队多了一份稳重与理性。李云睿擅长冷静思考，遇到挑战时总能沉着应对，成为团队的压舱石。这种变化令整个节目氛围更加多元，既有青春的冲劲，也有理智的思考。在看似轻松的综艺中，观众其实看到了团队成长的影子，也感受到了每个人努力适应、奋力奔跑的决心。经典游戏再现，激情与创新的碰撞。撕名牌、踩踏板、发射仪等经典环节再次回归，但玩法却层出不穷。制作组对每个环节都进行了微创新，让老游戏焕发新意。嘉宾们在游戏中的拼劲十足，甚至放下偶像包袱，全情投入。比如撕名牌环节，白鹿、曾舜晞等人不计形象，甚至不惜为队友挡刀，只为集体荣誉奋战到底。这种拼命三郎式的投入，不仅带来高能名场面，也让观众体会到团队高于个人的竞技精神。大家从屏幕前紧张到屏幕后，完全被带入那份激烈与欢乐之中。集体下跪的真相，一场温柔的自省与担当。本期最具话题性的莫过于集体下跪道歉。当曾舜晞和白鹿在撕名牌失败后选择下跪致歉时，网络瞬间沸腾。其实这背后是对队友、对观众的真心负责。面对家乡之歌演唱失败，他们没有借口推卸，也没有用明星光环自我保护，而是用最朴素的动作表达歉意与敬意。这种举动看似戏剧化，实则饱含真情。那一刻，全场的气氛都被感染，观众不再计较输赢，而是被这份勇敢与真诚打动。这也正是奔跑吧最可贵的地方，敢于面对失败，敢于用行动承担后果。直面舆论，周深的成长与自省。
天籁之音周深这期也迎来了自己的成长时刻。他坦言压力巨大，练习时夜不能寐，担心自己拖累团队。但在失误发生后，他没有推责，没有沉溺懊悔，而是勇敢站出来向音乐老师鞠躬致歉。这种坦诚与自省让他在观众心中更加真实可爱。观众也因此明白，成长其实就是不断试错、不断修正的过程。比起永远的完美无缺，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不足的坦然与勇气。周深的低头，正是每个普通人都会遇到的成长节点。节目背后的正能量密码，用故事点亮生活。细品《奔跑吧》，会发现它已不仅仅是游戏比拼，更是一种传递正能量、点亮生活的载体。节目不断用友情、家庭、社会责任等多维内容，影响着无数观众的内心。比如他字的起源，小知识点穿插其间，不经意间拉近了节目与时代、观众的距离。每一次情感的共鸣，都是对生活的感悟。观众在欢笑和泪水中，学会了如何面对挑战，如何尊重失败，如何与朋友携手同行。这才是奔跑吧真正让人上瘾的原因。意外与高潮交织，永远猜不到的剧情。每一集奔跑吧都有让人屏息的爆点。嘉宾们或奋力拼搏，或真情流露，总能制造出圈名场面。比如下跪道歉后的抱团安慰，游戏失误后的自省检讨，每一幕都能让观众笑中带泪。正是这些不可预知的意外和反转，才让综艺有了持续的新鲜感，也让观众始终充满期待。大家在节目中不断体验紧张爆发治愈的情感过山车，也在节目外把这种精神带回到现实生活里。团队协作的魔力，拼搏与信任的升华。今年特别增加的团体项目，如与大学生争夺旗帜、马拉松接力，让嘉宾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得到极大锻炼。每个人都在为集体荣誉而奋斗，分工协作，彼此补位，失败时互相鼓励，胜利时一起欢呼。尤其是在长距离奔跑、极限挑战面前，团队的力量成了每个人最大的依靠。那种在疲惫中伸出的手，在迷茫时给予的眼神，都是现实生活中最真实的写照。观众不仅看到了比赛的精彩，更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脉络。幕后故事，友情、信任与坚持。比起台前的光鲜，幕后故事同样让人动容。飞行嘉宾的集体加盟，是对节目组的信任，更是对彼此友情的见证。无论是带路娃、曾舜晞与白鹿的戏外重逢，还是常驻嘉宾间的默契，都超越了综艺本身。观众发现，真正能感动人心的，从不是剧本设定，而是那些源自生活、发自内心的关爱与坚守。这些嘉宾们用行动诠释了团队与友情的全部意义。涅槃重生，从低谷到高光的逆袭之路。奔跑吧并非一路顺风，他也曾因阵容动荡、创新乏力而备受质疑。但正是节目组和嘉宾们的不断自省与改革，才让这档综艺一次次迎来巅峰。从玩法创新到内容情感，从嘉宾搭配到叙事结构，每一环都在追求突破。这种在压力下逆流而上的精神，正是无数观众被感动的根本。它不只是一档综艺，更是一面照见每个人奋斗、成长、坚守的镜子。青春的力量，不服输的年轻一代。这一季，90后、00后嘉宾集体爆发出强大能量。他们在比赛中敢拼敢闯，面对失败敢于认错和反思。每一次跌倒与爬起，都像极了青春本来的模样。观众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不服输、敢追梦的动力，也感受到年轻一代的担当与情感厚度。无论是哭过、笑过，还是彼此守望，都在提醒每一个屏幕前的观众，青春就是不断成长、不断奔跑的过程。社交影响力的扩展，综艺之外的回响。奔跑吧早已超越了综艺的边界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。每当节目上线，相关话题便刷屏社交平台。网友热议嘉宾表现，模仿节目游戏，把综艺精神带到现实生活中。很多观众表示，正是节目中的拼搏、真诚与团结，让他们在现实中也更勇敢面对挑战。可以说，奔跑吧用综艺加社交的模式，悄然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方式。勇气与担当，
压力下的温暖火花。面对高强度竞技和巨大的网络舆论压力，嘉宾们选择正视失败，勇敢道歉是最大的勇气。尤其是曾舜晞和白鹿的下跪举动，不仅没有被舆论嘲笑，反而被赞为正直担当。在公众视线下，敢于承认不足，敢于为团队负责，是明星们最值得珍视的品质。节目正是用这一幕幕真实的行动，告诉观众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。情感共鸣，观众心灵的深层触动。许多人看综艺是为了放松，但奔跑吧总能在轻松中带来深层共鸣。节目中每一个友情的瞬间，每一次失败后的坚强，都是现实生活的缩影。观众在笑中带泪的情节中，获得治愈，也获得面对生活的力量。这些情感共鸣是节目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，也是无数观众为之守候的理由。不惧未来，无畏奔跑的信念。勇敢奔跑，无惧未来，这不仅是奔跑吧的主题，更成为无数嘉宾和观众的座右铭。每一位嘉宾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，只要不怕失败，勇敢迈步，就一定能在未来的道路上收获成长。过程比结果更重要，拼尽全力才无愧于心。正是这种对未知的执着，才让节目13年来始终充满活力。持久热播的正能量，13季的锤炼让奔跑吧成为国内综艺的一面旗帜。节目教会观众，失败不可怕，怕的是没有勇气重新出发。嘉宾们在节目中的蜕变，其实是现实生活的缩影。大家在荧幕中看到自己的影子，感受到朋友、家人、社会的温情。这种正能量才是节目能够走进千家万户、长盛不衰的终极密码。平凡中的伟大，点滴真情的感动。回望这一季，最让人动容的，往往不是谁赢谁输，而是那些平凡中流淌的真情时刻。比如曾舜晞与白鹿的下跪道歉，周深的自省，嘉宾间的守望相助，这些点滴温情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地方。他们悄然教会观众如何面对人生的高低起伏，如何在团队中找到归属与成长。致每一位热爱奔跑、努力生活的你，也许你正处在人生的低谷，或正在拼搏的路上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不放弃奔跑，总有一天会看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。正如奔跑吧用13年告诉我们的，团结、拼搏、勇敢、真诚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。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在荧幕与现实的交汇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，勇敢奔向未来。感谢每一位用心观看、留言和点赞的朋友。如果你也被奔跑吧的真情与正能量打动，请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感受与故事。别忘了订阅关注，让我们一起奔赴更多的成长与感动。期待看到你的精彩评论，也希望你一直奔跑在自己的追梦路上。